各位好，我是 Spike。视频开始之前，先露个脸儿给各位啊，之后可能就不再露了。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是聊这个面向普通人的汽车跟驾驶的一个系列啊。那我想，既然要讲，我的初衷是想讲一些这个中西方的驾驶习惯和交规，包括我在加拿大考驾照时候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分享这样的一些经历。那我想就顺便以车为主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那我们今天第一期呢，就是讲一讲车内的这个东西，不管您是会开车的还是说不会的啊，那我这个呢你就当作为一个备份吧啊。首先我们刚一上车之后能看到的这个区域啊，我们叫做驾驶舱。在这个驾驶舱里面呢，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大家去聊一聊的。因为我觉得就算你是老司机，平时不太关注汽车，只拿它来开一开的话呢，你其实有一些小的功能还挺难真的把它研究透的。我想我们就先看方向盘吧。这除了喇叭以外啊，一般现在大部分的车方向盘上都会有这种操控按钮。那我呢，只是拿我自己的车给大家做一个就是简单的类比吧。那你不能完全以我这个为正确答案，但是这个思路是对的。就不管你开什么样的车型，90%基本上它都是这么设计的。那从这个方向盘上的操控按钮来说呢，无外乎你能找到的是这么3种东西。一个呢是控制媒体的，那只要你能够找到像什么音量加、音量减、上一首歌、下一首歌、小电话的图标、接电话、挂电话，然后这个是一个语音按钮，或者有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播放暂停按钮。那你看到我这台车里面的这一块，它就是控制媒体播放的。那这个东西不管你连的是 CarPlay 还是说你连的是什么蓝牙的什么方式播放音乐，还是你直接控制车载音响，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地方去直接控制你的音乐的。那这是媒体类的。那有些减配的车呢，可能这边就没有了，它只有控制媒体这一块的。那如果再好一点的话，这边会多出来一块。那这边一块基本上有这一块呢，就证明你这个车的仪表盘上是有这个多媒体屏幕的。那如果我把这个屏幕点亮之后，你看到发现这个地方它是控制这里的，所以它会闪示一些什么油耗啊、里程啊，然后像有这块屏幕的话，你的这个里程表啊之类的一些信息它都会显示的，包括时速都会显示在这个上面了。那如果没这块多媒体屏的话，那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没有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会有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一块，这个是定速巡航。但是定速巡航呢，有些车是放在多媒体控制屏的这个下方的，有一些呢是在方向盘的后面，像这个转向灯的杆一样，有一个细小的杆，它可能杆在这儿，它在这儿，有些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说从这个方向盘的平行两侧来看，左边是转向，右边是雨刮，这个应该问题不太大。但我知道有一些车右边是换挡，但是左边这边一定是转向灯，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如果再有附加的功能，像有些车下面有换挡拨片啊，上面这边有定速巡航啊等等，都是放在大概这个区域了。所以这个是方向盘啊。那接下来呢，如果你想找一些比如高级车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这块了。这个地方呢，首先你可以看到空调，像这种就属于自动空调，因为它可以，首先你看到一个自动的开关嘛。那自动空调的好处呢，就是你不用频繁的去动它。其实车企在设计汽车的时候，它一直考量的一个因素是不要牵扯驾驶员的精力。我在讲 CarPlay 的那一集，我为什么说我非常喜欢 CarPlay， 原因就是因为你看 CarPlay 的这些界面跟按钮，其实它的设计完全都是能够很大很容易的就让你看清并且点按。而那些改装过的这种多媒体触控按钮，你看这些原厂的按钮，对吧？至少要这么大，就是你一个手指放上去就是一个手指的大小，它不会有那种像很小很小的那种像我们原来说随身听的那种方式的。所以对于自动空调来讲，它的最大的好处，我个人觉得倒不是说显得高档，而是说
所谓的自动空调，我发现很多老司机都不太会用自动空调。自动空调最大的好处是你一年四季都可以不用动它，只要你设置温度就可以了。我不知道现在我这个能不能开一下啊？那你看，我开了之后，你把自动这个灯打开，你转动这个旋钮，这边的温度会变化。像我这个车是带分区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就是你左右边可以不一样啊。哎，怎么回来啊？不管它了。就是你只要旋转好一个温度，其实人体的适合人的温度就是要么是就是20度到24度之间吧，基本上是这样。你设置好一个温度，你全年不用管它，它该开空调就开空调。你看现在我的室外温度这边显示是7度，那我设置22度，其实这种时候它会根据室内跟室外的温差，然后去判断。现在它的空调就是不开的，默认就是不开的，你看到吗？我放到自动空调是不开的，它就完全吹风就可以了。所以自动空调的好处就是你别看它有这么多按钮，你只要点下自动设个温度，你一年都不用管它了。唯独要管的是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内循环。就如果你外面比较这个有大车，那你开一些内循环，不要让它那个尾气过多的进入到车内。但是大部分我们为了车内的空气好，我还是喜欢开外循环的，这个只是少数的情况会用得到。再有一个呢，就是前后玻璃的除霜，这个很多时候它可能不太会自动开，但我也见过一些高档一点的汽车，它的自动空调是可以自动判断什么时候可以给你开除霜，然后什么时候会给你开这个内外循环的。但是在我认为目前来讲，这两个功能有了自动判断更好，但是这个自动判断它也不会给你判断的特别的准，所以这两个你就是偶尔用一下这两个就可以了。空调基本上就不用动的。我看到很多老司机他开自动空调的车，还在那儿不断的自己去调风量调什么的，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以我的观察，他是完全不会用自动空调，所以他才在那儿自己去调啊。好，那这个是空调的部分。除了空调的部分以外呢，还可能会有一些高级功能，比如说我这里面有这个防滑，车辆防滑的开关，就是你如果想甩尾的话，你要把这个防滑的功能给关掉，否则它尾甩不起来。但这个功能我也从来没有关过，我也不会甩尾。那像我的这台车呢，有一个发动机自动启停，这个呢你可开可关，它默认是开的。也就是说你在等红灯的时候，你不用熄火，发动机会自动熄火，帮你省油。然后你只要你的脚从这个刹车上面抬起来，它发动机就会自动的再重新打火。那这种功能呢，会不会省油呢？会省一点，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用，因为它的判断不是很准。有的时候你要停一停才走一走，停一停走一走，那这个玩意儿就比较鸡肋了。一般来讲呢，我看过一台车的说明书的介绍啊，就是说，如果你等红灯的时间超过10秒钟，你就可以选择把发动机先关掉，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节油了。但是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当你需要用空调的时候，它也是会自动关掉这个发动机自动启停的功能的，因为它发现你这个室内温度太高，因为你发动机停了之后，空调其实就停了嘛，风可能还有，但是空调那个压缩机就停了，所以这种时候它为了让你室内更舒适，它也会关闭这个发动机自动熄火的这个功能。那还有一些更高级的车呢，它会有那个 Auto Hold 的功能，就是你在等红灯的时候，只要你踩下刹车，然后这个时候你在等红灯，它 Auto Hold 灯亮起来了之后，你的脚就可以完全离开刹车踏板了，而这个车呢还会一直被踩着制动的功能，就一直刹着车，直到你再次踩下这个油门踏板，你的车才会继续往前走。我说这是自动挡啊，那个手动挡，如果你放空挡的话，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些都是让你的驾驶更轻松，让你的这个注意力能够更加的专注在道路上的一些设计啊，我本身还是蛮喜欢的。接下来说这个空调出风口，基本上所有车的空调出风口它都有全向调节风向的功能。像我中间这个出风口，你可以这样上下，这个是风往上往下，然后你可以左右，这是往左往右。但是呢，有一些情况，像比如说像我爸，他就是有各种关节炎啊什么的啊，就是他夏天不能吹到凉风，然后呢，
他的乘客要吹啊，那你不可能夏天不开空调，你真的是夏天不开空调，他就算有关节炎，他也受不了。所以它只是不能让风直吹着它。那这个时候呢，你一个是可以调这个风向，这个地方你可以调风向没问题。那如果你要关掉呢，是在这里可以关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出风口是可以关掉的。很多时候，特别是这边的这个出风口，如果你夏天的时候，你为了不吹到自己，你就把这个出风口拼命的往上和往左调，那这个时候这个出风口就会一直吹这个玻璃，那就会造成这个玻璃非常容易起雾。所以如果是你也是跟我爸一样的这种情况，不想让风直吹，那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把右边靠窗这个出风口就直接把它关掉，而不要用这种把它掰到极致的风向的一种方式。那有些车是有保险的，我觉得我这个车它是有一定的保险的，它是防止你掰得太靠这边的。那你又会觉得有保险的车呢，它还是会吹到你胳膊一点，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把它关掉就完了啊。而这个除雾的功能是靠这两个口吹玻璃，让你给你把后视镜除雾的，它是不会被关掉的。所以这个出风口，其实我觉得根据我的观察，也有必要去说一下的啊。那在这个门上面呢，基本上所有车都会有的就是，把后面的窗户锁定，让你用你后面坐的小孩，你不想让他随便就开窗，你可以把这个锁上。然后这是4个窗户的开关，以及这个是电动后视镜的这个调整。你掰到左边上下左右就是调左边的后视镜，你掰到右边就是上下左右调右边的后视镜，掰到中间就是停止防雾处。然后有一些高级的车呢，像特别是奔驰系列的，它在这个门把手上就直接给你放的有调座椅的。大部分我开过的车调座椅的还是在座椅下边，你直接左手伸下去啊就能够着了。一般控制灯光的是在方向盘左下角的这个位置。那这个就是基本上车内的一些情况了。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完全可以给，比如说你是刚刚想学开车，来去看一看啊。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没说的就是档位和手刹了。手刹呢，像我这个是电子手刹，在这个地方。那你要刹手刹的时候，一般来讲是你要先一定要把脚刹给踩住，然后你再把这个手刹往上这样扳一下，这样的手刹会刹上。但是对于手刹来讲，有一个应急的功能，我不确定，我觉得我们自己家人问下来，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就是你一旦发现脚刹失灵的情况下，你要用手刹去进行刹车的时候，机械手刹很简单，你就往上拉，或者脚踩的就往下踩就好了。但是像这种电子手刹，你是没有办法应急。正常的方式没办法应急的，所以如果要电子手刹，你要应急刹车的话，你要把它一直往上拉，保持好像3秒还是6秒还是10秒，反正你就一直拉着，别松，它才会启动手刹的功能。但是如果你处在一个下坡，或者说你的车速比较快，然后突然发现你的脚刹失灵的情况下，建议你不要第一时间去开启这个应急手刹的功能。因为这个手刹刹上去之后，应该是很容易会造成这个车辆失控的，你可能会甩尾或者是打转什么的。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先用发动机来去进行减速，等用发动机减速减到一定程度了以后，你再用这个手刹来去做最后的这个着陆的准备。那如果是手动挡的车，这方面就比较简单，就是你如果脚刹失灵了，你直接挂1档，它基本上就可以用发动机降速了。但是你抬离合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你别紧张的时候挂了个1档，离合一松，然后结果熄火了，这个就不太好了哈。那你还是慢慢挂上1档之后，然后通过发动机让这个车速降下来。那如果是自动挡的车呢，一般来讲自动挡的车都会有这个低速档的功能。像我这个其实属于手自一体了，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位置能不能看到啊？我这个档杆的左边它是有加减2个按钮的，这个按钮你如果放到 D 档的时候是没有用的。那如果你是想要用发动机去这个降速的话，你要把它放到 S 档，放到 S 档之后你就拼命点减号，把它减到最低的档位，1档或者2档，这个时候发动机就会促使你的车辆先把速度降下来，然后大概降到大概30-40公里
20公里左右每小时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再去用这个应急手刹去把你的车彻底停下来，这个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法啊。这个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位驾驶员都知道，虽然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在这儿再跟大家普及一下吧。我想想看，除了这个以外，应该大差不差了吧。我觉得一些关键的问题都车里的一些主要的驾驶设备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一遍了啊。那另外，因为我们主要针对自动挡，因为现在你要买到手动挡的车也不太容易了。那讲几个我在国内开了10几年一直都没有太搞懂的问题啊。一个呢是等红灯的时候要不要踩刹车。目前来讲，我比较相信的一种说法是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自动挡的车，你在开车的时候，除非你停车，像我现在到停车场停下来了，那你就挂 P 档。只要不是在停车场停下来了，就一直放在 D 档的位置，不要去变它，也不要放 N 档。在等红灯的时候，就是一直踩着一直踩着刹车，不要松脚。然后红灯变绿了之后，松开刹车去踩油门，开始行走。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因为我之所以说认可这种方法，我是要有一个理由能说服我的。我也是在这边找的一个陪练啊，他跟我分享的，我觉得他说的我还是蛮认可的。就是在你等红灯的时候，因为你不是在停车场，所以很有可能会发生紧急的路况，需要你马上走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把它放到 P 档或者 N 档，或者你脚就不在这个踏板上了，你的反应就会又慢很多。我之前是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的。我在国内早年开自动挡的时候，我在等红灯的时候，我习惯性的把它放到 N 档，因为大部分的车 N 跟 D 之间是可以随意的切换的嘛。那我就经常发生一种情况是，等红灯时间比较长，然后红灯变绿了之后踩油门不走，然后突然意识到这个档位不对，然后再挂 D 档再走的。那这可能不算是什么紧急情况，但这毕竟是一种意外啊。所以如果大家也跟我一样开车多年，有这个困惑，到底等红灯的时候档位应该怎么动呢？我建议各位就是不动啊，别怕脚累，就直接踩着刹车。所以讲到这儿，我们呼应一下前面为什么很多高档的车它有 Auto Hold， 就是自动刹车的这个功能，就是为了用这种科技，既让你脚能够不用一直踩着刹车，让你能够不那么累，又能够让你有一个快速的反应，真的有问题你直接踩油门就可以走，而不用再去选择挂档。所以如果你的车没那么高级，没这功能，我建议各位，既然您是驾驶员，您就老老实实的以安全为重，等红灯甭管等多久，堵车甭管堵多久，你的脚还是一直在这儿踩下去。这个我也发现北美大部分的驾驶员也都是这样子的。那等红灯的时候，刹车灯一直是亮的。但是到大城市里面呢，我也发现有很多就是习惯不好的。最习惯不好的一种方式就是你等红灯的时候给我挂到 P 档。你想想怎么可能？ P 档是什么？ Park 呀，停车呀。你等红灯的时候，它是在停车场吗？根本就不是。其实我会怎么知道很多司机会在等红灯的时候挂 P 档呢？其实你跟车的时候非常容易判断。就比如说我前面有一辆车，我们俩都在等红灯，然后他在等红灯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他汽车屁股后面的那个白色的倒车灯闪了一下。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档位，你从 D 档去挂到 P 档，你一定要经过 R 档。R 档是什么？倒车档。所以他从 D 档如果他推过来，一直推到 P 档，那他的后面他只要经过倒档，他的这个白色的倒车灯就会闪一下。我在等红灯的时候，我只要看到前面哪辆车的尾灯白灯闪了一下，我就会替他捏把汗，说这人挂到 P 档去等红灯。所以各位，如果你们之前还不太了解，那通过如果你看了我这期节目，切记以后千万不要挂 P 档去等红灯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啊！一定要始终放在 D 档上面。这是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可能会特别是国内的驾驶员，对吧？我觉得开车这件事情，国内跟国外一样，它太凭经验了。像我这种又内向又较真的人来讲，其实我是希望把这些条条框框都能够学习到的。但是你会发现，你很难有一个什么东西去教你，而你问那些老司机呢，一个人一个说法。所以我
开车20多年，我一直在探寻这种大家可能不太关心的小问题，那我找到了，我就分享出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你前面的这个安全气囊。理论上来讲啊，我们如果你的方向盘上有写 airbags 啊，有这个airbag， 有这个安全气囊的话，你的2个手是永远不要阻挡在它前面的。你按喇叭不要，很多司机这样按喇叭也是不对，你按喇叭不要这样按，是这样按，是这样按喇叭，不要这样按。那有的时候你打方向的时候也不要这样，因为你这样的话，你的手会挡在前面，就你的胳膊跟手任何时候尽量不要挡在这个东西和你之间，因为如果在你转弯手这个姿势的时候发生碰撞，这个时候安全气囊会直接把你的胳膊顶开，然后打到你的脸上，这个反而会造成2次伤害。所以说尽量不要去这样。但是这一点实话实说我也避免不了，很多老司机应该都知道，你开车开得越熟练，在你转弯的时候你肯定不是这样倒的，对吧？你肯定是这样的嘛。但你只要这样转一下，虽然概率很低啊，那我现在也做不到，我也只能，特别是开大车的时候，那你要知道这一点。哎呀，他有意见了。你要知道这一点，是吧？你知道就好了，尽量避免吧。我们说这个。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一般来讲，儿童座椅和孩子未成年14岁以下的是不可以坐在副驾上的。但是在国外有一些车呢，它只有前排没有后排，就是只有2人座。那这个时候呢，你不得已的情况下，你是可以把儿童座椅放到副驾上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什么儿童不能坐副驾，知道吧？主要原因是因为副驾这个地方它会有安全气囊，它一旦有问题，安全气囊弹出来之后反而会伤害这个孩子。那就如果说你副驾上要有放儿童座椅的话，你的安全气囊就必须关闭。所以像北美这边车应该都比较在意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发达国家应该都比较在意，但在国内我还没有注意到，可能是我没太注意，可能也会有，就是它的这个安全气囊，你看我这个车这个地方它有一个 passenger airbag， 它下面会有2个灯，你旁边如果不坐人的话，它有坐人感应的，你旁边不坐人的话，它这个 airbag 就是关闭的，然后它旁边显示你可以装小孩，我给大家看一下吧。你看它有个 on off 嘛，有个 on off 看到吗？那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安全气囊是关闭的情况下，你是可以摆这个小孩座椅的。